35岁的博士被母亲催婚，他说不着急，母亲说你不急，妈妈我可急呀。于是趁着儿子回家探亲的时候，请来了新近结识的好闺蜜。她跟这位闺蜜商量好了，想办法促成闺蜜的女儿跟她儿子谈恋爱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位博士帅哥却喜欢上了妈妈的闺蜜。张大天是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博士，在北京一家大企业工作，收入丰厚。35岁了，一直没谈过恋爱，可说是钻石王老五。张大天的母亲于秋花虽说快60岁了，头发花白，可身体很好，精神倍儿棒。最近在中老年舞蹈队认识了一个好朋友，名叫牛小草。牛小草比于秋花小个10来岁，今年刚刚47。这姐妹俩一见面就特别投缘，聊起来没完。尤其是她们俩命运相似，都是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丈夫，独自拉扯孩子长大。俩人很快便无话不谈了。有一回，于秋花到牛小草家吃饭，见小草的女儿婷婷长相漂亮，身材苗条，是个公司白领，她可就动了心思，偷偷跟牛小草商量：妹妹，咱俩可是无话不谈，我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，你可别多心啊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平时快人快语，今天怎么还啰嗦上了？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于是于秋花就说了想让婷婷做自己儿媳妇的想法。牛小草很高兴，说那我们可算是高攀了啊。怎么，您儿子的照片我见过了，高大帅气，还是个博士，我100个同意。可于秋花眉头一皱，又说：不瞒妹妹你说，我这个儿子呀，哪都好，就是有点倔脾气，他讨厌相亲，要想让他跟婷婷见面啊，还得想想办法才行。牛小草说：这有何难，我有办法，等你儿子回家的时候，你把我叫过去就行了，我就说让他给修电脑，把他约到我家来，让婷婷和他来个巧遇，不就行了吗？到时候就看您儿子能不能相中我的姑娘了。这一天，张大天回老家看望母亲于秋花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于秋花请来了好闺蜜牛小草。张大天一见牛小草，他这心头就是一颤。最近母亲不止一次在电话里说新认识了一位好闺蜜，可没想到这人这么年轻啊。虽说是40多岁的人了，可他看上去也就30多，能当我的姐姐了。尤其这位大姐姐说话温文尔雅，肤如凝脂，齿白唇红。一打听，原来还是一位大学老师、副教授。他心中暗想，这才是女人呢，将来一定要找这样的女人做老婆。说话聊天之间，牛小草就有意无意地谈到说家里的电脑最近总是出毛病，问张大天会不会修电脑。张大天说，虽然我不是修电脑的，不过处理一些小毛病还是可以的。于是就约好了第二天母子俩一起到牛小草家去吃午饭，顺便看看电脑。第二天娘俩正要出门呢，母亲于秋花接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位舞伴打来的，说是另一位舞伴两口子吵架，让他一块去劝劝。于秋花无奈之下只好去帮忙劝架。张大天独自一人按母亲给的地址去牛小草家吃午饭修电脑。张大天觉得一个人去有点尴尬，但同时心里还莫名的有一些兴奋，因为能够单独跟牛小草聊聊天也是很不错的呀。上午10点半，张大天来到了牛小草家，果然是牛小草一个人在家。进屋之后，张大天就说先看看电脑有什么毛病。开机一看，发现启动就很慢。这时候牛小草冲了一杯咖啡端到了张大天的面前。张大天扭头接咖啡的时候，眼睛光注意看牛小草的发型了，手用过了劲儿，碰的杯子一歪，一股咖啡就洒到了他的大腿上。牛小草一惊，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洒你腿上了，我帮你擦擦。说着话，把杯子放到电脑桌上，然后猫腰低头用手去擦张大天腿上的咖啡。这时候他那卷曲的大波浪长发就似挨不挨的蹭到了张大天的脸，弄得张大天皮肤痒痒的，还不敢伸手挠。同时一股成熟的自然香味钻入张大天的鼻孔，他不禁深吸了一口气，
像是在花园里闻花香的动作一样。牛小草眼睛虽然没看见，但是耳朵和头皮却都感觉到了张大天的这个动作。他心头一惊，慌忙直起身来，与张大天拉开了1步的距离。俩人瞬间都有一点尴尬。还没等牛小草想好用什么话缓和气氛呢，有人用钥匙开门，女儿婷婷下班回来了。牛小草紧着介绍：“这是我女儿婷婷，这位是张博士，你们俩先聊聊，我接着去做菜，一会儿就开饭啊。”说完便溜进了厨房。婷婷见张大天在修电脑，就说：“哎，我早就说要去修这电脑，我妈非不让，这下好了，等你给修好了，我就又能玩游戏了。”电脑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系统有了漏洞，垃圾也太多了。张大天重新安装了系统，电脑速度就恢复如常了。婷婷便开始玩游戏，问张大天会不会玩。张大天微微一笑：“哈哈，当然，这款游戏就是我们公司开发的。”啊，那你也太牛了吧！婷婷是非常羡慕，拽着张大天一块玩游戏。张大天却有点心不在焉，时不时扭头看门外对面的厨房，因为那里有牛小草忙着做饭的婀娜身影在来回晃动。吃过午饭，牛小草按照事先计划好的，从兜里掏出2张电影票，说：“我朋友送我了2张电影票，今天再不去就过期了，我来收拾碗筷。婷婷，你刚好下午不用去上班，你俩年轻人去看电影吧。”张大天说：“我就不去了，只有2张票，还是你们母女俩去看吧。”哎呀，张博士，你就别客气了，娘俩看电影多没意思，再买1张票，咱仨一起去看得了。婷婷这么一说，一时间张大天和牛小草都没有找到词儿反驳，于是各怀心思的3个人一起进了电影院。刚看了有20分钟，婷婷说要上个厕所，然后便溜之大吉，再也没回来。电影的名字叫《假结婚》，是一部讲述姐弟恋的喜剧电影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张大天与牛小草在开怀大笑的同时，不知不觉2个人的手就握到了一起。从电影院出来已经是华灯初上，刚下台阶，迎面走过来2个人，一个是牛小草的女儿婷婷，一位是张大天的母亲余秋花。张大天和牛小草先是一愣，紧接着迅速放开了彼此的手，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原来机灵的婷婷在吃午饭的时候就发现张大天看妈妈的眼神不一般，见妈妈也挺喜欢这张大天的，他这才拉着他俩3个人一起来看电影，然后中途溜出电影院，给他的余秋花阿姨打了个电话，说：“您儿子和我妈要恋爱了。”余秋花一开始不信，说：“小孩子你可别乱开玩笑。”但是后来见婷婷是认真的，她可急了，心想：我着急儿子找媳妇，但是也不能找我闺蜜呀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于是急急火火来到电影院门口见婷婷。婷婷一直给老太太做思想工作，这余秋花才没有闯进去。现在看到儿子与闺蜜手拉手有说有笑走出电影院，她是彻底相信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余秋花总算是慢慢接受了这件事情，同意儿子张大天与牛小草结婚。牛小草也看出来了，余秋花还有一个最大的担心，就是自己年龄大了，应该不能生孩子了，那样他余秋花怎么抱孙子当奶奶呀？所以婚后牛小草认真调养身体，多次咨询医生，冒着一定的风险，2年后为张大天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张小天。余秋花抱着白白胖胖的大孙子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